欢迎来到可乐 AI 实验室。我的最新策略终于可以实盘了。之前的现货系统呢是 Luna 月相，做的是长期盈利。那么这次的永续做空系统，我就模仿了一下 Anthropic 的取名模式，给它起名叫星空，记忆宫殿和心智模型做了一次联动。后面准备再出个太阳策略，凑齐一套。受之前现货逻辑的影响，我最初的设计是 Sigmoid 的进 ，Sigmoid 的平。但是呢，做空策略本质是逃顶，具备很强的不对称性。这个 Sigmoid 的退出机制，盈亏比会非常差，特别蠢。我需要寻找更优美的止盈方法才行。然后思路源头依然是泰勒展开式，我想回归做这个策略的最初思路，就是求导和降次。当我的策略入场开启，即认为此时是顶部，因为是一阶导数接近0，然后二阶导小于0的位置。既然我抓到了顶部，那么根据泰勒展开式，那我对未来一个 delta t 的时间，比如是15分钟，价格预测其实是一个函数寻根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步进每一个 tick 物理世界有一个真实的价格，然后假如这条黄线是我们的预测价格，我们在这个导数为0的位置入场之后呢，随着时间的走，发现真实价格高于我们预测的价格，说明上移比较大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认为我们的猜想被证伪了。假如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的猜想被证伪了，那就需要立即止损在这里止损总比到后面止损更好，是不是？而在这个预测与现实相交的过程中，这两个点的差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特征，叫做预测残差。这个残差代表上移过大，如果是精准贴合，说明下跌比较稳健，我们等待某一个驻点，下一次导数为0的地方，比如这里去自动止盈掉就可以了。如果是下移过大呢 ？OK， 好，这里反向说明一下吧，好说明一点。假如黄线才是真实的价格，然后我们这个子线是预测的这么一个价格，预测一个价格是这样的，蓝色是预测的，然后黄色是真实的，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真实价格的暴跌远超预期跌到这来了，我们预测在这里，就说明向下的残差过大，代表这个市场下跌的动能非常大。那我们就不能够去之前一样在这里去止盈了，因为下跌的太狠了。那要怎么办呢？也很简单，把我们的这个预测价格，这些点作为移动止损就可以了这些点作为移动止损就可以了，确保吃掉这最大的一波主下跌浪。咦，这个想法似乎无意中触碰了现代控制理论，就是 MPC 与卡尔曼滤波中的残差反馈。但是难点又来了，我的系统整个的仓位管理都是使用 Sigmoid 的，那这个残差能不能压入到同一个 Sigmoid 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够线性的叠加。如果线性叠加的话，那我们的遗传算法就彻底就乱了，因为 Sigmoid 是一个单调递增或者单调递减的函数，而业务诉求是双边的，猜错了要平仓，猜得太对要保持仓位，只有猜得刚刚好的时候才不需要处理，让自动止盈来平仓。要用单调的 Sigmoid 的函数去表达这种双边的处理，需要把残差呢转为偏离惩罚，把它压进线性层，这样一来 Sigmoid 就完美生效了，形式很统一 ，nice， 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漏洞，我的做空策略 GA 进化出来是 KA 和 KV， 它属于一个模式识别的 Z 空间，代表是主观的敏感度，但泰勒预测公式是这么一个公式，里面根本就没有 KV 和 KA， 这俩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因为在降次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原方程给抛弃了，那我怎么可以用导函数去预测原函数呢？当我们把原函数求导变成速度 v 和加速度 a 的时候，常数也就是那个绝对价格已经被抹除了。我们开仓的时候 GA 只看 V 和 A 这两个导数特征，完全不用管绝对价格是多少，这没有问题，因为寻找拐点只需要导数。但是到了平仓阶段，你要预测的是未来的价格，这必须是通过原函数去计算。
如果用导函数，用 V 和 A 去预测，那不是用明朝的剑去斩清朝的官吗？理清了这个错误之后，终极的破局之道瞬间就清晰了。必须彻底放弃这个 sigmoid 的耦合，完全脱离开仓逻辑。我们需要引入一条全新的与开仓彻底独立的管线。平仓是一个极其干净的独立机制，不能和其他逻辑混在一起。其初始生命周期就是在开仓的那一刻。我们必须在那个瞬间拍下一个物理快照，把当时的 P0 就是价格 V 和 A 冻结下来，作为原函数的初始边界条件，由此来画出这条预测的抛物线。理顺了这么一个必须解耦的过程之后，接下来就是实战了。按照第一性原理，我们在时间 t 足够短的微观尺度下抓住了极值点，那么在这个局部呢，走势就是一个完美的3次方程。开仓点是顶点，一阶导为0，那么在数学上这个3次方程的下一个驻点必然是最低点，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精确平仓位置吗？理论上这是完美无缺的，但实盘的时候还是有点卡壳。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不是顺时的，它不是嗖的一下跳跃到这个目标节点然后止盈的，时间是连续的，一分一分钟这样往前去跑的。在这个比如我们在这里开仓，在这个后面漫长的一个持仓期，随着这些 K 线的跳动我怎么知道我一开始预测的这个3次方程还准不准呢？好，我预测是这么一个曲线，最低点是在这里，然后我挂在这个点止盈，但随着这个 K 线的跳动，我怎么知道我一开始预测的那个3次方程还准不准呢？我甚至一度陷入工程学的套路，差点想引入那种军工级的阿尔法、贝塔、伽马的滤波器，就像预测火箭轨道一样，每1分钟去不断修正系数，以拟合这条曲线与实盘的这个贴合度。就在我准备写代码的时候我发现不太对劲。如果我每1分钟都在修正轨迹的话，那我的目标的这个低点就会不断偏移，可能会高，对吧？也有可能会低，不断在偏移，那就等于是承认我开仓的这个模型是错的。既然是错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开仓呢？所以不应该去不断的修改方程，就应该把这个开仓那一瞬间反解出来的这个3次函数死死钉在这里，作为一个唯一的真源。不管时间怎么走，我们都不需要去重算系数，只要把每分钟这个真实的实际价格和这条3次曲线方程上对应的值去做对比就可以了。这样只通过残差算出来，噪声就非常小了，而且极其干净，因为它直接且精准地衡量了现实世界和我最初的完美设想之间的偏移度。只要真实价格紧紧贴着这个黄线走，我们就拿住满仓，直到吃掉那个终极的低点。如果是真实价格偏移度过大，就立刻知道我们当初的模型猜错了，这根本不是3次方程的下跌，你就可以原地止盈或者是止损。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耦，用最纯粹的原函数算出来的残差，再喂给专属于平仓的第2个 sigmoid 的函数在这种彻底分离的干净逻辑上，就很容易确立我这个星空策略的5条平仓铁律。铁律1，利润的硬门槛，这可能更接近于开仓一点，就是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3次方程注定的那个低谷，其利润空间必须能覆盖双边手续费，否则根本不配成为我们的目标。铁律2，动态引力挂单，在下单的瞬间呢，就挂了止盈单的目标是死死盯在这个谷底。如果每分钟的现实价格紧贴我们这个基准线，残差很小的情况下，那么平仓 sigmoid 的置信度就会趋近于1，挂单毫不退让，榨干最后一滴利润。如果价格开始偏移残差变大，置信度衰减，那挂单就会像被引力拉回现实一样，主动向上保守退让，
确保能够成交。铁律3，绝不重算，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如果置信度跌破了设置的阈值，说明真实的 K 线已经彻底脱离了我们预测的线，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重算系数去骗自己了，错了就是错了，直接一键全屏止损。铁律4 ，all or nothing， 就是在这个非常微观的战斗中，就不要玩什么分批减仓浮盈加仓这种操作了，一旦触发平仓条件，直接一次出清，绝不拖泥带水。铁律5，把网线级别的止损。如果开仓以后偏移度瞬间就向着对立面非常暴躁的拉升，比如迎头就撞上一根大阳线，说明我们开仓点就彻底看错了。此时要废除前面说的一切的优雅挂单逻辑，直接市价全屏赶紧跑。当然了，为了防止正常的波动引发的误判，以上计算传入 sigmoid 的残差绝对不能是单分钟的 K 线，而是需要引入这个类似于 EMA 的平滑计算以及半衰期的这种概念。在前面那期与噪声相关的视频我们是探讨过的，泰勒展开式作为高次项，时间越大噪声是越大，越无法预测，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要有一个衰减期。这个衰减是衰减什么呢？是衰减我们对这个残差的容忍度。假如我们把半衰期设定为15分钟，那么在刚入场的时候，它的效力应该是最高的。这个时候 T 很小，衰减因子呢接近于1，预测的轨迹也是一条相对完整的3次曲线。这个时候系统对极值的反转是非常敏感的，只要市场有那种微弱的反弹，残差就应该迅速放大告诉我们可能逃点逃错了，需要平仓。这个时候是一个快速的绝佳防守止损点。当度过了这个考验期之后15分钟以后，那个衰减因子就降低效力衰减是衰减的3次项，3次项一衰减的话，我们的预测曲线就会越来越接近于这么一种形式，本来很陡峭的线变得慢慢的平缓。只要市场按照预期下跌呢，我们仓位就能一直拿住。到了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高次项函数已经衰减为0了，就相当于我们没有高次项了，已经是一个完整的2次函数抛物线，就是这么一条线。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止盈掉，那就转为这么一种形式，看到没有预测价格是这么一条直线，接近直线，实际价格是这里，那就把这条直线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45分钟，每隔45分钟重新挂一下止盈，这个止盈就叫做相当于是移动止损，只有价格跳到这里的时候才损掉。也就是说我们平的时候能吃到这么一大截的利润，就是非常棒的。通过这个半衰期的概念，就形成了一种对残差的平滑过滤，整个平仓逻辑就彻底闭环了。第一种情况，实盘高于预测，倾向于止损；第二种情况，实盘与预测非常近，倾向于在低点止盈；第三种情况，已经持仓很久，但是没有止盈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这种正向残差越大的话，我的系统是更倾向于平仓的，也就是说持仓越久越倾向于获利了结。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实盘远远低于预测价格，倾向于动态止损，吃满这一波趋势。通过这种平滑的窗口过滤，整个平仓的逻辑就彻底闭环了。OK， 各位可以去开始实战了。整个这一套平仓逻辑呢，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的 MD 文档分享到视频描述栏的下方，大家有兴趣的就直接取用。最后还要补充一下这个特殊做空策略的 GA 回测思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策略是离散型事件驱动的，就它跟绝对的时间完全无关，你不能拿它去跑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完整回测，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应该用一种叫做拼 K 的概念，引入一个宏观门控，比如只把近期涨幅超过 50% 的标的在3周内的 K 线切片或者是符合泡沫幂律公式预测期的 K 线事件提出来拼到一起，只对这些核心的切片做进化回测，这才能通过 GA 算出真实的解。具体的做法呢，大家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就不在这一期去发散了，各位抓紧去实战吧。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死磕基础科学的 Web Coding，欢迎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最后给大家一个忠告，能不做合约就不要做了，太累了。OK， 拜拜。